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我明白了，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都被炼洛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如果说九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他并非轻狂自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我要抓紧时间领悟。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洛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洛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洛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洛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洛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既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种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风，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劫
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若风，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若风，若风！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坚硬身躯，此天使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
个月来，除了更进一步的波澜，仅有荣俊和加莱西闯过第一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一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兵第3重，天剑式。虽然我的天剑式仍旧不如你施展的灵活，但我能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一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一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加莱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2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自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血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洛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2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血的帮助下，我对第1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2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血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说吧，最近有见过罗峰吗？你看，我早就说过会先罗峰一步通过第2层，他深知敌不过我而回避与我比试，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一味枯坐修炼，期间从未闯过通天桥，
罗峰，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我日复一日的修炼，仿佛在追逐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虽然无异于他人竞争，但我避不开的是漫长时间的洗礼。即便有我提供延寿药物，有限的数量，加上个人禀赋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去。不过，妈，我们出去了。罗平，你快点！聒噪。走了。人会在时间引领下走向终点，但同时，时间也带来了新生。后来，我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我的家人得以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妖娆、冰山和野兽也同样收到了大哥从宇宙寄来的延寿药物。如今，在我无法触及的宇宙另一端，他们一直努力着，生活着。2084年1月，在二哥和阿华的努力下，冲突母巢防御计划开始正式推进。2086年3月1日，地球联邦通过开拓领土的决议，各大基地市开始向外扩建。2088年，人类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陆地怪兽成为武者试炼对象，还有部分武者则选择征战星空。2089年初，平平开始协助旭新处理公司事务，而小海性格随我，不安分，已经在闯荡宇宙了。2091年，精英训练营将天才培养目标上调为行星级。2092年，吴大伯正式进军海域。2099年，火星改造计划启动。石江、赵若，还有妖娆亲卫，将成为火星的第一批移民。虽然未来无法预测，但眼见他们一步步向前迈进，我又怎会止步不前？我将飘雪秘法与混沌杯图画相互参照，经过多年沉淀，无论是对本源法则的领悟，还是招式的运用，我都有了长足进步。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按混沌城时间计算，我也已经枯燥了整整10年。在你闭关之后，我们几个排前10的，还有加莱西，都闯过了通天桥第2层，而你在10年以来完全销声匿迹。所以很多人在质疑你的实力。哼，你不质疑吗？我不质疑啊。我相信，为了族群命运而努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毕竟我也是为了族群在奋斗啊。我家那老爹呀，严格的要死，整天就知道逼我修炼，还学什么皇族礼仪。哎，这比修炼还要我命。哎。
我的实力是高是低，很快就能揭晓。当初陶公积分购入的幽影气绝刀，抹杀族分身一直在钻研，而他的招式同样适用于我的人类身体。幽影气绝刀，怒影！新人的考察工作要告一段落了，博兰和荣军的表现都很亮眼。龙玉，来，喝一杯。不喝了，我还有公事。跟你喝起来，我哪还走得了啊？那我自己喝。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我向九剑尊者报告的时候，可不好解释啊。龙玉王殿下，罗峰已顺利通过通天桥第2层。虽然闯过第2层，但与天才战前10的其他人相比，进度落后了数年，并不值得称道。属下认为，罗峰的通过方式值得关注。他选择的对手是武者，即便是强者，也难以兼顾近战和远程。身为精神念师，却能以近身战通过第2层，这份成绩的含金量，可比其他通过者高得多吧？两位，系统显示。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开始闯第3层。此前只有博兰能接连闯过第1、第2层。结合历届的考核情况来看，罗峰接连闯过第2、第3层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一旦通过，就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哎呦！过去了，这么厉害！他也过了，我觉得他是罗峰通过第2层后，又在闯第3层。看来他静坐10年，是在悄悄下功夫呢。不过，有人从苍国前辈那里听说，九羽流派中，除真眼王以外，炎龙王、千幻王、剑环王等宗师级强者都没有跟进了解罗峰情况。难道他们并不看好这次的结果？因为罗峰居然在这闯第3层，他又没有机会和这位败了。我觉得罗峰相当有机会闯这一层，真厉害。罗峰整整10年都停留在第1层，一转眼就要冲击第3层了。常年停留在第1层，不正代表着他进展缓慢？怎么可能会闯过？能将9柄金剑合为1柄，他的实力果然比第1层时强大不少。不过这招我也会。
意味着追平博兰。罗峰他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这不可能！罗峰，多年来，我有宇宙国主之道，还有仅次于博兰的闯关速度，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超越博兰。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这是一次惊喜。罗峰，恭喜你！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龙玉，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考察新人这么久，竟然没你看得准。放心吧，今日之事，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本届天才中，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兰比肩，并列第一。如今，我已悟透雨滴图中的每一滴雨，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于我而言，已没有秘密。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随着等级的提升，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如今限制终于解除。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10年间，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参悟空间法则，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日后我得抓紧修炼，让人类身体等级赶上其他分身，并早日达到界主级。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爸！爸，你终于回来了。老平，你妈妈呢？这边。估计没看到消息。她现在从早到晚忙工作，还把网络上线地点都固定在了公司。虽然商部业务往来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但据我所知，要在完全具备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成为虚拟宇宙公司的子公司极其罕见。听海公司不仅在星际房产与连锁餐厅领域大有突破，金融投资部更是成绩斐然。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足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即便你的丈夫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成员，你也不会因此得到优待。要想成为我们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陆枫，许昕，我回来了。陆枫，真的是你！你知道你多久没回来了吗？30年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会常回来的，你工作也别那么辛苦了。我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许昕，银河领主罗枫，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按规定，闯过第3层就能去听九羽一脉开宗立派的强者讲课，而想拜入谁门下，第1次就必须到他那听课，以示尊敬。炎龙王都发邮件暗示你了，这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好机会。但先前指点我突破的是真眼王，他不过是匿名提点了你。据说真眼王自弟子炼落陨落后，1亿年来都没再收徒，且向来我行我素。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上一个想拜师的是有着人类巅峰血统的满卡星人，玉主急就闯过第9层通天桥，结果还是被轰出去。上个是荒神族的界主。罗枫，你要不再考虑一下？他就是真眼王。其中竟有万千时间，这瞬移简直不可思议。今天要讲的是九羽混沌杯的基础，第1幅图的根本法则运转应是如此。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清晰了。刚来混沌城时，我只是个连通天桥第1层都闯不过的新人。多亏真眼王，才让我在参悟出世就走上正确的道路。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指点，可对我而言，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拜师吧？没可能。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他真拜师了，真拜了，真拜了！哎呦！弟子罗枫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他在想什么呀？我不收徒已经1万纪元了。
是该收个徒弟了，火风。哈哈哈哈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大新闻，真眼王收徒了。炎龙这回可是输给我了。你如今的通天桥成绩，已与同届天才战第1名的博兰打平。日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有。哈哈哈哈哈哈！谈判到现在，他们还这么严苛，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再等等。虚拟宇宙公司答应了经营自主权的要求，并且给到了净资产8倍的报价。太好了，不过按照当前平海的净资产，只能算是其3级子公司。要想被吸纳进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平海必须得升到2级。这2级子公司的净资产得达到10万混元，都能买下上千万颗地球了。平海若是能得到虚拟宇宙公司重视，日后地球就可有更多倚仗。我们可以做到的，一路走到这儿，不已经充满奇迹了吗？自此，我开始跟随真眼王修炼，苦心钻研空间法则。这些年里，虚心靠公司经营收益，购置大量高科技设备，改造地球。如今，地球生态已完全恢复，人口大量增加，只有重组母巢的威胁依然存在。好在重组母巢100公里内已是封闭禁区，且有实时监测，期间2次毒气喷发并未造成伤亡。在极限武馆的开拓改造下，火星已恢复星球磁场，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大气环境，而月球将被开发为未来粮食生产的太空基地。众宇宙奴隶曾于危难时保护地球，如今我也有能力守卫家园，便兑现承诺，解除了生物芯片，资助他们返回家乡星系。但仍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地球安家，而白卡罗、敖古、王一早已融入了我的家庭。二哥得到卡布借助的传承，已修炼至恒星级9阶，正为突破宇宙级做准备。大哥长期闭关训练，只偶尔发邮件报平安。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前行。我更不该有丝毫松懈。20年一晃而过，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对宇宙本源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离开前，我打算再闯通天桥第5层，若能获得参悟机会，便可在离开后慢慢吸收。天神兵第4招，大抢复攻。是炎神兵第5重，空间切割。但第5重
可不一定比第4重强。9重结合，循环一体。光是勉强维持金柱形态，念力就被消耗了近3成。我明明已将玉帝图悟透，为何还如此被动？原来是这样。我虽悟透了9个玉帝，却未把整幅图视作整体。图腾金柱将剑之领域完全包裹在内，实为大巧不工，蕴含的正是空间法则的合一之道。鱼儿在海中多顺水而游，但罗峰已经能在宇宙空间这一海水中，通过影响海水来压迫对手了。从顺空间到影响空间，是了不起的进步。波澜了，我可是原始空域的呀，为什么我跟罗峰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平均30届天才战，才有1人能在混沌城期间就通过第5层，而此人还不一定选择九羽混沌杯。这罗峰还真是你们九羽一脉千万年都难得一遇的好苗子啊！我来通过第6层。若不是他选择了最艰深的宇宙混沌杯，钻研时间空间双法则，应该早就能闯过第6层。老师对我的期望只能日后实现了。伯兰确实是天才，我会超过他，但不是现在。你在混沌城基础修炼的30年已经结束，接下来将前往太初空域。跟后续的修炼任务比起来，混沌城算是十分安逸了。安逸？我们这批因为混沌兽就死了近2成。外面要危险100倍。恐怕只需100年，你们就死的只剩一半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离开后，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来找老师，明白吗？是。谢老师20年的教导。去吧。在混沌城这30年，我完全掌握了9羽混沌杯第1幅图，对空间法则的理解远超以往。金角巨兽和魔杀土分身也达到了玉体期6级。将来抵达太初空域后，我得继续努力修炼提升，好尽早解除虫族母巢对地球的威胁。太初空域即将抵达。所谓空域，
是指原始宇宙在演变中因为特殊原因而形成的奇异区域，因为其中蕴含着无比浓郁的宇宙本源能量，非常适合修炼。所以公司在宇宙中选定了4处空域进行开发改造，太初空域便是其一。我们要直接传送到太初空域的核心地带，坐稳了。 穿梭完毕。外景虚拟。这里最大直径为500万光年，充满无数奇妙的天体与生物，以及危险的修炼之地。 我会将你们送往各自住所。你们的虚拟系统中增加了太初空域的专属修炼资源，尽情修炼吧。本以为进入太初空域，我的修炼会突飞猛进，却没想到恰恰相反。 最近你修炼缓慢，是时候下猛料了。主人的5大不朽仆从中，以博科多对念力冰释的造诣最深。他当年可是令一方宇宙闻风丧胆的狱族杀手。狱族在宇宙边陲有一处奇险之地，其环境险恶，堪称宇宙之最。 被称为狱，在此诞生者虽外貌与生命本质各异，但皆统称为狱族。博科多诞生后，因仇视外族，因此成为狱族杀手。后刺杀主人未果，被主人强大的力量收为仆从。 组合方式竟如此浑然，我仿佛感受到了。
速度放慢了100倍。看到了吗？看到了一丝奥妙，但不真切。再来。 3725次，我无限接近那丝奥妙，却为何始终无法冲破？我想不通。想不通，很正常。在太初空域，没有混沌城那外显的宇宙本源法则，一切就只能看自己的领悟力了。这个会对你有帮助的。多谢老师。时空随笔，时空随笔乃久与混沌杯创造者所书，记录其创造混沌杯时所得所感，合为10829种秘法心得，与9幅图相互映照，可助参悟。本秘法共分9册，兑换全套的积分为1000亿。放心，公司为修炼者留下一个缺口，分册购买，前2册只需要1万积分。正好，之前闯通天桥攒下了3万多积分。下单成功，您的订单还有3秒送达。3、2、1。原来是这样，困住我的那些瓶颈仿佛就要冲破了。终于透彻了，妙，妙！巴巴塔，几点了？什么几点了？已经整整32天了，参悟的怎么样？还行，学会了3219种秘法。久与混沌杯第2幅图的前2处玄妙，我也已经悟透。啊，你管这个叫还行？巴巴塔，帮我查询修炼世界的讯息。好。修炼任务是以真身前往危险的修炼世界，完成公司安排的特殊任务。任务分为5个级别：安全级，死亡率为0；普通级，死亡率为10%；困难级，死亡率为20%；危险级，死亡率为50%；绝境级，死亡率为90%。难度越高，积分也就越高。第一次执行任务，一般会选择普通级和困难级。这是你，巴巴塔，介绍一下血落世界吧。血落世界是太初空域孕育早期便存在的古老大陆，其中强者无数，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修炼文明。因为其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极度排外，遇到异族格杀勿论。如果完成2项任务，就可获得11万积分。巴巴塔，开始准备了。好。血落世界强者众多，你必须也提高到宇宙级的极限，增加存活率。
异世界不确定性极高，你还必须购买大量的应急物资，以备不测。罗峰，你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眼神冰和魔云堂也绝不可轻易示人。为了融入血洛世界，你需要制定一副血洛世界风格的战甲。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完全靠你自己了。出发前，我已预料到此行必定危机重重，九死一生，却没有预料到这片大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而其中还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血洛世界任务圆满完成，但在血洛发现的神秘虫族符号，让我意识到虫族对我们的渗透远超想象。只要地球上的虫族母巢仍存在一天，威胁就始终存在。在血洛大陆历练的80年间，我机遇不断，在修为和感悟上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在无尽宇宙法则面前，这只是一小步，我不可以停歇。唯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随时应对不知何时便会降临的危险。哥，你现在就去雨象山的万玉楼前，见一个人。见谁？事关平海公司，很重要，你快去。阿华很少会因为公司的事找我，看来这次是有大麻烦了。所以，我们在前屋境内投资了一批极具潜力的未来产业，并打通各星系间的壁垒，终于让平海的净资产超过了10万会员，成为了虚拟宇宙的2级子公司。我呢，也成为了虚拟宇宙的核心成员。核心？核心成员？是啊，不仅如此，我们利用收益，全面升级了对虫族母巢的监测和防御系统，星际移民的范围也扩大了6倍，厉害吧？他虽然轻描淡写，但背后必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公司答应收购等事宜，我都没问过你的意见，你不会生气吧？你当初可是将公司全权授权给我处理的，还说你需要静心修炼，根本没时间。许昕，许昕，辛苦了。许昕，接下来我就要继续回到太初空域修行，可能又要……瞧瞧你的表情，不用那么愧疚啦，因为……嫂子，与碧蓝星商务部的决策会议需要尽快敲定时间了。师总，有文件需要您签署。师总。所以我的大英雄要专心修炼，接下来的路，我在这边与你一起前行。一起前行。
罗峰，10年前加莱西给你下了战书，还广发观战帖，扬言要一雪前耻。你一直在血落修炼，现在他叫嚣你是不敢迎战。走，正好去检验成果。罗峰，如今我的精神力增强了数倍，营养舱也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强。我要让人们知道，谁才是太初空域的水准。开始吧，有点迫不及待。罗峰竟然只用了1掌，这下加莱西无话可说了。眼神兵第4重的威力明显增强了。老峰，你究竟是如何？提醒紧急来电。罗峰！就在刚刚，母巢传出的引力波频骤增，并伴随毒气外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好，继续保持监测，巨仙一定要小心。你也是。不能再耽搁了，我必须尽快达到能消灭母巢的实力。巴巴塔，还有其他赚取积分的途径吗？有。每深入一层，你所面临的精神干扰就会成倍增加，不可大意。惊人，和你在地球上见到的陨魔星智脑不同，这种水晶人是携带干扰电波的升级版，具有极强的攻击力。水晶人在干扰我的脑电波，企图突破我的识海。时空随笔记载着增强精神防御的秘法，这么好一试。心如镜，看清一切虚妄；心如刀，
切放后。已经连闯9座岛，获得了51100积分。现在你的精神力受损，急需恢复。不，这个积分值还远未达到预期。继续。原来是前者，现在快上飞船！去信，阿华，阿哥。第10座岛挑战失败。你刚才看到了什么？脑电波频次瞬间超过了极限。巴巴塔，母巢的异动是一个警示，温和的训练已经不适合我必须迅速变强。先不要轻举妄动，地球上的虫族母巢仍在沉睡。稍有不慎，反倒会惊动虫族，给他们可乘之机。可是，这是公司高层深思熟虑后的一致决定，是目前所能做的最优选择。我理解你的担忧，我会将注入我不朽神力的定位物品托人转交于你。你将它放在母巢外，一旦有任何异动，我可立即感知。届时我会神国传送来到地球，全力相助。想要对抗虫族，始终还是需要你进入原始空域，取得控制母巢的精神秘法。我必须更进一步。博兰这80年来都没能闯过通天桥第7层，那么，如今的我呢？还从未有人能在第1次空域资格战前就闯过第7层。不过是罗峰的话，会不会有惊喜？
空随笔第3册相映照，我对九羽混沌杯的暴雨图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以落雨化星辰，凝借力造世界。眼神灵界6重，剑之世界。若风闯过通天桥第7层了。虚拟宇宙公司发来通知。每100年1次的宇宙级空域资格战就要开始了，各大空域会通过资格战来控制人数。原始空域的名额只有3个，其中2个名额会由原始空域内部选出，剩下唯一1个名额则会从原始空域的末3位和太初空域的前3位当中选出。我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闯过通天桥第7层后，魔兰都在做什么？他进入了绝境级任务地点魔山锤炼，成长速度丝毫不逊于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对手不仅仅是博兰，还有修炼时间远超过你，却为了资源故意卡级不突破到域主的前辈们。再艰难，也是进入原始空域的唯一渠道，我会全力以赴。其实邮件里还公布了另一个办法，可以直接进入原始空域。什么？闯原始通天山。闯过通天桥12层的，也敢来闯通天山？你可悠着点儿。难得有人来，别把小家伙给吓跑了。这里的规则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山脚到山顶守关的所有人全部杀死。
无聊。这么快就破了我的幻境，不能再被控制了，速战速决！念力不足以再使出剑之世界，只能拼罢了。一个太初期的新人，居然杀了我们2个！能在操控念力兵器的同时，以这种速度近战攻击，绝大多数狱主都难以做到。这次连原始通天山山脚都没闯过，看来我与原始空域成员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杀死2个已经强过很多人了，现在原始空域的宇宙级成员也没一个能闯过。还记得天才战士的试炼塔吗？那就是照着几乎没人能通过的难度设置的。这通天山也是如此，它只是一个标杆，想要上升到原始空域，资格战才是正途。原来如此。太初空域宇宙级老成员中，有5人已闯过通天桥第7层，他们在资格战前总以切磋之名欺负新人为乐，并屡屡向我发起挑战，但我并没有接受。太初空域宇宙级资格战正式开始。因为我会在空域资格战中将他们尽数击败。罗峰，虽然通天桥层级上我不如你，但实战中我可未必会输。我有一定要进入原始空域的理由。我也是。从前天才战士你以幻身击败我，如今我也会用同样的招数击败你。败相归一。呀！
剑之领域，无之领域。悠扬气绝刀，天魔万击。恭喜罗峰晋级，可继续参与原始空域资格战。是我技不如人。哇，真是精彩！你小子一定要冲进原始空域啊！我会在原始空域等你们。下一场，太初空域罗峰对战原始空域博兰。你是我最期待的对手，罗峰。终于能在一决高下了。完全探查不到它的存在。怎么回事？整个星系都扫描不到博兰的定位。博兰怎么离线了？这是博兰消失前系统记录的最后坐标，就在魔山。正常情况下，即便死亡也不会定位失败，更何况魔山由公司管辖，配有公司最高级别的定位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通知，比赛暂停，所有人立刻前往中心广场集合。现发布紧急任务，前往绝境级任务地点魔山，寻找失踪的原始空域成员博兰。完成任务者获得50万积分奖励。名单上的成员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任务。莫非博兰是在参加资格战时真身遇袭，才会突然登出虚拟宇宙？刚失踪就发布了搜索任务，似乎有点不寻常。估计博兰早死在魔山了，不能直接算淘汰吗？竟然要为他暂停资格战！雷多，别这么说，大家都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应该互相帮助。以后我们出事都能有公司组织搜救，那不是很好吗？是原始空域的飞托和末路，他们分别是上一届资格战后仍留在原始空域的第1名和第3名，是连博兰都未曾在他们手下有过胜绩的绝顶天才。
所以啊，公司向来认为强者之路各有命数，尊者此次为什么要刻意搜救博兰？博兰的失踪恐怕不简单，近来种种迹象表明，有势力在暗中针对人族，所以我特意挑选罗峰等人前往搜救，希望他们能有所发现。此次任务你要慎重考虑。魔山中的寒冰山片区，有着那伤害基因细胞的超低温，而魔隐山片区的风声夹杂了天然幻术，会令很多狱主都失去意识，成为行尸走肉。当年你师兄炼落，就是在那儿陨落的。绝境级任务地点死亡率高达90%，是否确定接受任务？罗峰，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我会救回波兰。试炼者收集1万枚原住民佩戴的黑色令牌，可得特殊奖励。红色令牌为试炼者进出魔山的唯一凭证，请妥善保管。对于原住民来说，夺得1000枚原住民佩戴的黑色令牌或1枚红色令牌，即可加入虚拟宇宙公司。因此，你们会成为所有原住民的目标。真面目，风声夹杂了天然幻术，竟由千万条洞窟无限放大，幻惑人的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幻象吞噬，我绝不能大意。前方18公里处有个狱主级3阶武者正在快速接近。12公里，3公里。
谁若非要挡我，就是自寻死路。红色令牌，杀了他！饶你！罗峰、乌卡，已经9天了，完全没有发现博兰的踪迹。你们呢？有没有进展？当时被迫接受了100多块令牌。厉害啊！我才3块，还遇到了一头幻兽，足有小山那么大，打都打不死。我也听说，这魔山中最可怕的是幻兽，不过还一次没遇到过，倒有点兴趣。你可别，遇到还是绕着点走的好。对了，其他人怎么样了？和荣军通过一次消息，他也暂时没发现。永云没落倒是有主动联系我，可加莱西老也呼叫不。喂，真麻烦。魔音一旦变强，信号便会受到干扰。算了，下次再说。等等，探测到你左侧3公里处有一个域主级8阶和一个宇宙级9阶，那岂不是就在边上？原来还隔了一层洞壁，你倒是说清楚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我是要告诉你，他们聊的话题好像有点意思。师傅，这本秘法是不是您说的传承？师傅，笨蛋，一本秘法怎么跟传承相比？这传承禁地是我们九星海的秘文。这座古老的神山以前可不叫魔山，传说整座山就是为了传承而存在。它无比悠久，可以追溯到九星海有历史记载之前。后来，虚拟宇宙公司出现，控制了这里。派出各大强者，还时不时会派些天才进来闯荡。听说就是为了得到禁地中的传承。虚拟宇宙公司何等强大，竟也眼馋着传承？传承禁地，那是什么？连虚拟宇宙公司都求而不得，博兰来这里会不会也是为了传承？啊，难道他的失踪？大人命令我们分开行动，找到目标后立即击杀。不过，就算是他们，也没那么容易。若是谁得到了他，那可真是一飞冲天了。不好，有幻兽！妈呀，就在你背后了！这么可爱的幻兽！
完全是由坚冰构成。就算身体4分5裂，他的意识也依旧没有溃散。幻兽不死，原来是这个道理。师傅，您贵为御主，还怕幻兽？笨蛋！最近魔山来了许多宇宙级9阶的试炼者，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夺了他们的红色令牌，何必在幻兽身上浪费时间？只要能加入虚拟宇宙公司，以后就……谁？火焰界主。没有魔印堂残骸，没找到目标，倒是搜刮了2000多枚令牌。罗峰啊，罗峰，你到底在哪儿？700公里，御主级8阶。这里共有817个洞窟，不过我无法探测到他们的尽头到底通向哪里。波兰失踪的方位在西北偏北，选一个碰碰运气。 996公里，宇宙级9阶。不好，刚刚有世界之力扫过，快跑！世界之力是只有界主才拥有的探测能力，1000公里内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你肯定被发现了。界主级不会盯上我一个宇宙级9阶吧？ 他是冲着你来的。好快，一瞬间就移动了900公里。对方应是界主级高阶，能量探测远超当初血斗世界的私幽。切换。这么快，难道遇到正主了？ 完了，前方传来幻兽的独特声波。根据声波的强弱判断，大概有1万只。什么？若与界主正面冲突，生存机会极为渺茫。但是1万头幻兽又会把我撕得粉碎，该怎么办？有了，不知道能否奏效，但只能一拼了。
起来吧。他就是你们要杀的人，罗峰。虽然只是宇宙级9阶，却有着玉柱级9阶的植物生命魔云藤辅助，实力远超同层级人类。罗峰，熊的行为特征已经上传。寻到了极有可能是罗峰的失联者，我将其赶到幻兽群中，此刻应该已经被撕得粉碎。也就是说，你既没有确认身份，也没有确认生死。这废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我的精神念力明明探测不到任何异常，为何莫名有种不安感？谁？那名界主还在洞窟的另一头死守。如果只是想抢夺令牌，不必守着危险系数极高的幻兽聚集地。他的目标有50%的概率是你。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目标是与我一同搜救博兰的成员。难道博兰的失踪也和他们有关？我必须尽快找到他的下落。你到底是谁？你。
疾行10万公里，相当于横跨8颗地球的距离。目前的位置距离博兰失踪时的坐标点很近，那里也许会有线索。等等，探测到不明威胁。这里竟然会凭空产生气流漩涡，仿佛是巨型生物在吞吸一般。就连狱如9阶的魔云堂也无法抵抗洞穴的吞噬之力，再加上魔音干扰，恐怕不消片刻，我就要被吸入这无底深渊。幸好我的魔杀族分身可以变为一枚飞梭，它的形态结构可以让承受的吞吸之力减少100倍。要是被吞吸进去，可就真的生死难料了。这就是宇宙空域中典型的死亡陷阱。我跟随主人闯荡宇宙时，曾经遭遇过许多次。他们异常可怕，会毫无征兆地降临，哪怕是不朽存在，若是大意，也会在陷阱中陨落。不朽？这里可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控制区域啊！宇宙空域是原始宇宙演变之初发生特殊变化而形成的，最为诡异莫测。尤其是魔山这样的特殊地带，极难掌控。毕竟1亿年前，那位飘絮的作者绝世天才炼洛，就是在这魔山中陨落的。存在于魔山的死亡陷阱，威胁丝毫不逊于前来追杀的土著强者。博兰的处境或许比我当初设想的更为恶劣，我必须抓紧时间。那是加兰西，你怎么了？他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死亡时间在1小时内。死因是胸口被贯穿所造成的致命伤，但没有检测到其他外伤，可能是凶手等级远高于他，或是被暗中偷袭。令牌还在，看来杀他的人不是为了令牌，他的死一定有蹊跷。之前那名界主对我莫名执着，其背后可能也另有原因。阿巴塔，有没有找到与凶手有关的线索？现场无法探测到凶手的痕迹。他处理得相当利落。有了。看制式，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存储芯片，它的内部或许有加莱伊存储的重要数据。只可惜，芯片损坏程度超过50%，破解起来需要时间。拜托了，虽然和加莱西结识以来，与他有过多次摩擦，但涉及到公司成员生死，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的死因，还有博兰的行踪，我都要一并查明。罗峰，前方10.2公里处有一个狱主9阶正在向这里赶来。保险起见，我们不妨先找个藏身处观察一下。距离这么近，他应该早已发现了我们，而且不排除对方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们迎上去！又是宇宙级9阶，我已经杀死了761个了。希望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使出同等级的魔煞分身来抗衡。宇宙级九阶竟有如此实力，破玉后大人所见未惧。又一奇绝刀，昙花！哇！你是谁？为什么杀我？想逃？快逃！是一种镭射枪，蓄能只有0.1秒，能一枪击杀血主。糟了，莫云腾来不及夺下他的武器，魔煞分身的速度也无法超过镭射光速，怎么办？去死吧！你们3名界主是可轻易杀死的，但你们3个恐怕会被他轻易杀死。请大人放心，我们定拼死击杀罗峰！我们定拼死击杀罗峰！19级镭射枪，蓄能只需0.1秒，能量够射击9次，1击。即可以击杀界主9阶强者，一击可杀。界主，这3把镭射枪饶你们了。你们只是域主级武者，他不会重视。但你们只需0.1秒蓄能，就可将他瞬间击杀。别让我失望，否则。破玉后大人放心，我们一定会杀了他。幸亏机械族飞船长宽1000多米，机体上的记忆基础可以在受损的同时不断自我修复。不过，人类身体还是抵不了残余冲击。了吗？杀死罗峰的是我帕鲁。这不可能！3000多枚令牌，看来你杀了不少人。那又是谁指使你来杀我？是之前那个火焰界主。
降！如此强大的武器，即便是本界排名第1的博兰，也会险象环生。博兰失踪，加莱西死亡，我2度被袭。敌人的目标不是某个人，很可能是搜救队全员。王座上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在魔音干扰下，公司无法实时获取他们的位置。为何公司不派实力更强的高层去，反而让这些小家伙身陷险境？我想过，博兰本身意识强度极高，只有在资格战时会分身虚拟宇宙而意识薄弱。袭击他时，竟能找准时机出手，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罗峰，你是原始空域的莫洛？加莱西，你杀了他！莫洛，你误会了，我要上报公司。可恶，没有信号。莫洛，怎么，你还要杀我灭口？加莱西不是我杀的，我感到是他已遭人毒手。澳门为你看他身上的伤口，绝不是我的刀和念力兵器所能造成的。伤口确实与你的招法兵器不符，但你身上的伤，我也遭到突袭，前后2次，这是刚才那个狱主级杀手上的。老实说，加莱西还不足以让我受这么重的伤。我相信以你的为人，应该不会做出残杀同伴的事。谢谢。对了，我从那狱主脑中得知，他们一共6个人，不知是谁派来的。那么说，敌人的目标是我们整个小队，他们很可能想趁我们单独行动时，逐一猎杀。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博兰，彼此有个照应。好。资格战士，我查过莫洛的资料，他是南湖宇宙国的孤儿，依靠自己的努力跻身公司核心成员，并通过2次资格战，从天地空域杀进原始空域，其天赋与努力可见一斑。巴巴塔，加莱西的芯片修复的如何了？快了，还差5%。一直以来，虫族为了遏制人族发展，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就包括暗杀人类天才。然而他们行踪诡秘，不会轻易暴露。芯片解析完成，快看！罗峰在血落大陆的报告中提到，他在一个血落人的身上发现了神秘的虫族符号。血落人无法离开大陆，符号必定是外人带入，而能进入血落历练的，只有各空域的天才们。一共9人，内奸就在他们当中。
真凶。请逃！怎么回事？是死亡陷阱，比之前遭遇的那个要恐怖100倍。死亡深渊，每隔6个宇宙时吐息一次，其无生还可能。为了将你引到此处，我可是费了一番功夫。出现在加莱西尸体旁，波兰又是在与你战斗时失踪。我不过是被你追杀，为求自保，除掉了你，空域资格战我就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哼。可是这样，其他人不是会有危险？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没有高层介入，内奸便会放松警惕，冒险行动。我们的内线就可以在暗中伺机逮捕，套出更多重组情报，揪出他背后的主使。罗峰，醒醒，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快起来！魔风，快想办法！比之前强大100倍，抹杀分身的速度无法逃脱。就连金角巨兽的力量都不足以抗衡。既然向上不行，那就赌一把。疯了疯了！这要是出敌，会粉身碎。大人，我赶到时刚巧看到罗峰被同伴踢下深渊。这一次，
绝无生还可能。莫洛，他竟敢擅自行动。大人知道此人？他跟你们执行的是类似的任务，偷袭博兰的时机还是他提供的。可惜他还不知道，公司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博兰的行踪找得怎样了？魔山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排除。继续收缩范围，一有发现即刻报告。罗峰的生死也要切实去确认清楚。是。莫洛，既然你不听话，就休怪我拿你做马前卒。英雄幻兽由坚冰组成，且能身体尽碎，而意识不散。还有。荣军，你到了。乌卡，罗峰那家伙都联系不上，其他人也联系不上，什么人？乌卡，荣军，真巧。巴巴塔，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看来没有其他出口，唯有向前。你小子走狗屎运了！罗峰有重大嫌疑。真眼王，你应该会秉公办事吧？快到！莫洛既然袭击了我，也一定会对别人下杀手。堂堂天才战第一，也只能葬身于此。而我会踩着这些所谓天才的尸体，站上更高处。